刀剑素心伤痕，一朝雨离分，不敢浮沉。读心了，往事讳莫如深，藏情系爱恨，手写天真。与故人相望，回忆翻滚，却只感梦里温柔几分。这一吻，与你情节沸腾，沙华里温存，扰乱星辰。将你书作人书山河完成，伤与恨，违背情团。不愿乱世多一根，一相是真话永恒。共赴这征程，等繁华几寸，书写人生，回眸心疼。余生有你共驰骋，奋不顾身等星辰。清晨。母亲，今日程宇的胃口比往常要好些，早饭多用了半碗粥呢。这药有成效了？按照珍珍给的方子啊，每日一副煎服，昨日还新增了针灸。珍珍对程宇的病是尽心尽力呀。是，我昨日去看了，这药是他守在东厨里亲自熬的，从清洗到煎制，亲力亲为。这孩子做事儿踏实。何止啊，母亲，程宇可是多吃了半碗粥呢，多少日子他都没有这样好的胃口了，这在我们方家可是赫赫之功。我原以为珍珍对自己的医术是夸大其词，现如今看来，她还真有这本事啊。我们程宇真的要大好了。啊，珍珍，祖母、舅母，珍珍正说你呢，快来坐。珍珍，你默默为程宇做的事，我和母亲都知晓，舅母真心感激你。一家人，舅母无需客气。你来是何事啊？我想着程宇的病目前有所好转，可是也不要操之过急，否则他身子骨承受不住。往后做事啊，不必这么客套，你尽管做好了。谢谢祖母。这一行是支出或购置货物的分门别类，下面是价格明细，每日的流水和月份盈利在这儿。所以是这个吗，姐姐？珍珍，你懂账本？只是之前跟父亲学过一些，略懂一二。再者说，姐姐教的也仔细，自然是学得快一些。是你聪慧，我可不敢居功。你去忙吧，我且看着，若有不懂，我再来请教你。也好。珍珍，你可有何不解？
真真愚钝，还想请教一下姐姐。哪里不懂？我瞧瞧。你看这里，这一栏不过是购置马匹的费用而已啊，如此简单，有何不懂啊？不是总数，是这儿。两位姐姐平日里看账，应该只看总数，没有关注过每个收支项下的细节，对吗？是啊。珍珍，这里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些琐碎进项，向来都是由德胜昌用惯的老人统计而出，其中你无端猜测啊？看来玉秀姐姐已经发现端倪了。我看看。据我所知，马氏的均价在70-80两左右，最多也不过是150两，排除掉皇家养的汗血宝马。但德胜昌的马匹不知是何人从何处购置，居然达到每一匹200两的高价。好啊，一个个养在德胜昌10数年，心是养野了，居然明里一套暗里一套。看我这就向祖母汇报，这就轰了他们去。锦绣姐姐且慢，此事不急。不是你均价的银子，你自然是不急了。单就这马匹一项的差额，涉及的银子就上千两，更何况还有其他的款项，须得让祖母早日知道，好好整顿整顿他们。姐姐，你先别着急，你且听珍珍说完。珍珍，你先说。难道方家幕后之人的手还伸到了德胜昌？现在我们查到的是德胜昌其中一家分行的状况，但万一其他家也有同样的问题呢？自是一并查啦，这样便会打草惊蛇。我以为我们可以借着盘账，把德胜昌各个分行的账本都统一收上来，这样以免消息提前走漏，让他们有机会在账本上做手脚。而且，不排除往年的账本和货运记录也有问题，所以最好是德胜昌建立以来能找到的所有账本和记录都一并收上来，一一盘查。10几20年前的账本太久远了吧？不需要了吧？需要，经商之道在信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可以找到驻扎在德胜昌多年的蛀虫，也可以提拔兢兢业业守信之人。妙啊！一箭双雕，赏罚分明。提醒苏姨娘小心那个君真真，她可能对方家的财产有所图谋。是。那奴婢先告辞了。算你的。小孩才玩这些，我不要。我回来路上特地带给你的，而且我小时候也玩过。以前大姐、二姐也经常给我搜罗这些，现在他们没时间管我了，他们都没时间管我了，更何况他人。蓉儿，二姐姐，我想死你了。我也是。前几天九蓉还梦到二姐姐给我买了好多好吃的，还给我讲了好多故事呢。真的？真的。正好二姐姐就是给你带了好吃的，来。真的呀，二姐姐对我最好了。吃吧。谢谢二姐姐。二姐姐你先吃。我专门给你带的。二姐姐这次还带了好多有趣的故事要讲给你听呢。九蓉长高啦。
说不定他们是觉得你已经是大人了，不需要这个东西了，免得拿回来惹你生气。就你不怕惹我生气？我惹你生气又不是1、2次了。你干嘛？这儿有知觉吗？你干嘛？我问你，这儿有知觉吗？没知觉。我是大夫，也是你表姐。表姐又如何？照样需要避嫌的。你看什么？我好像是第一次从你嘴里听到表姐的称呼啊。你歇歇吧，我晚点过来给你熬药。针灸和湿补，终归是基本疗法。想要彻底根治程宇的病，必须尽早给他准备药浴。如今，方家暗藏幕后之人，给程宇治病一事，须得避人耳目，绝不能打草惊蛇。见过姨娘。珍珍。你这是刚去看过程宇？是，最近季节交替，他身子骨弱了些，于是我这几日给他备了些药膳，以免风寒。好孩子，你有心了。您这是？啊，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。程宇自小身子就弱，也睡不好，也吃不好，我给他备了一点药膳，补一补。啊，如此，姨娘也是有心了。是，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。我刚刚遇到了苏姨娘，她是去给程宇送补汤的吧？她是一直这样吗？倒也不是每日，隔3差5吧。你怀疑是她？我看了她给程宇送去的药膳，倒是并无问题，只是说不上来，总觉得哪里奇怪。珍珍，这次你猜错了，苏姨娘性子绵软，绝不会是什么幕后之人，而且她的补汤我是验过的，确实没问题。如若是借着送汤为由去查探表弟的病情呢？我会派人盯着他，如果是他，我绝不手软。祖母，这件事情我们先不要打草惊蛇。我想以婚事为由，对外放出表弟病情无法好转的假消息。这样一来，大家以为婚事是为表弟冲喜所定，麻痹幕后之人。再者，也利于我治疗表弟的病症。如今表弟病情有所好转，下一步便是沐浴排毒。只是，表弟对于男女之防确实看得尤为重要，我怕若不是夫妻关系，他不会配合。男女有别呀，珍珍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呀。即便你们是假成亲，哎呀，日后真相公诸于众，那你的闺玉该如何是好呢？祖母，现在程宇的性命比什么都重要，我要尽快治好程宇的病。至于其他的，随他们说去吧。珍珍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委屈你了，珍珍。珍珍，如果你能救程宇的性命，保我方家的血脉，方家的财产任你支取。祖母，这不可。没什么不可的，你全心全意对我方家，我方家也会全心全意对你，以真心换真心。
如今我也是方家的外孙女，定要倾尽全力护方家平安。姐姐，蓉儿，你们也要平平安安的，等我回来。姐姐，蓉儿折的纸船可真好看，像真的一样。姐姐，她能看到吗？能啊，自然是能的。当时，她教我做纸船的时候说过，在折的时候一直想着对方的名字，对方肯定就会知道。可惜，他教不了我其他的，也不能给我讲故事了。那蓉儿，我们就多折一些纸船，放到水里，他肯定能看到。好。怎么咳嗽了？近几日又太凉了。臣陆元齐，见过公主殿下，怀王殿下。姐姐，我先走了。好，那姐姐一会儿过来。陆大人今日来，可是有事？臣已向陛下请旨，迎娶公主。陛下已经同意了。好。即日我已经找人算过了，6月18，不知公主意下如何？6月18，九龄的生辰，自然是好日子。婚事我定当好好筹备。臣告退了。看来这一切都是楚让的安排。也罢，只有如此，我才能保护好蓉儿。二哥，二哥，云霄哥来消息了，找到了先皇的贴身侍女冰儿。武德寺的人一直在追捕他，好在我们抢先一步救了他。据冰儿所说，先皇之死并非旧疾复发，而是和楚让和陆云齐有关。冰儿直言，先皇驾崩当夜，他亲眼见到了楚让秘密进了御书房，好像和先皇发生了争执，而当晚正是陆云齐之手。但之后他并未向人提及过此事。没过多久，太医院就对外宣称先皇是旧疾复发而驾崩。但在先皇亡故后，冰儿悄悄看过了，颈部有勒痕。
并且冰儿说，她也将此事告诉了九灵公主。对了，二哥，冰儿凭着记忆画下了这个图样。据冰儿所说，在先皇驾崩当日，看到先皇一直对此图愁眉不展，莫非楚让对先皇动手和此图有关？母亲，明日真的要公布程宇和真真定亲的消息吗？是否等程宇的身子再好一些？明日是德胜昌各分行管家、掌事、议事的日子，人最齐，时机最合适。家中上上下下都已经知道了，难免会传出去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祖母、母亲，为什么呀？锦绣，怎么跟祖母说话呢？是，我知道，这样质问祖母视为不敬。可是我就是想知道，为什么呀？程宇已经15岁了，大夫说程宇活不过16岁，所以我们要为他冲喜。祖母，你向来英明，从来都不信这些的，如今怎么？以前是以前，如今是如今，只要能让程宇活着，不管什么办法，我都愿意去试。好，那就退一步说，既然要冲喜，为什么不找个别的姑娘？为什么非要是君真真？她愿意，我也愿意。祖母，她愿意，是因为她想霸着咱们家，将来顶着大少奶奶的名头，也能作威作福。怪不得最近对德胜昌如此上心，之前去都不肯去，现在去的比谁都勤，还变着法子要看德胜昌历年的账本、货运记录。我看他这一早就是算计好了，为了将来接手德胜昌做打算呢。锦绣，你想多了，就真的只是冲喜而已。他就是想霸占德胜昌，霸占方家，他想得美。他们成亲，既是亲上加亲，又是冲喜转运，容不得任何人智慧。锦绣，还不给祖母认错？我没错，我为何要认错？母亲消消气，都是我管教无方。这就是旁人对这桩婚事的看法。到头来，最委屈的还是真真呐。这些情我们都记在心里，日后定当加倍补偿真真。这诅咒若是天灾，我拼尽全力也要扭转乾坤，保我方家血脉。若是人祸，管他位高权重，哪怕蚍蜉撼树，我也将抗争到底。哎呀，这是谁又惹我的小锦绣生气了？快坐。娘，我把你的猜想以尽数的跟母亲和祖母说了，可是他们谁也不信啊。罢了，提醒职责咱们已尽，以后这事儿啊，你也不要再说了，省得惹老太太生气啊。知道了。那我去睡了。快去吧。不用啦，快去睡吧啊。尽快告诉宋二爷，婚事已无法挽回。
是。姐姐，蓉儿，你们过得还好吗？说来可笑，我又要成亲了，但这次不一样，这次是为了真真报恩，也是为了查出父皇之死的真相。你还没睡啊？没睡的，也不止我一个人。我在想事儿睡不着，你也想事儿啊？我在想，死之前能不能走出方家一次？你之前没出过家门5岁之前，倒也出去过。我还记得，那时候的花灯节，城中央的空地上，放着好大一个灯笼，灯亮起来的时候，几乎全城的人都能看见。花灯节，你今年要想去看也可以啊。知道为何5岁之后，我便再也没有提过出门的要求吗？说了你可别笑话我。我5岁出殡的时候，忌口颇多，很多东西都吃不得。可我才5岁，正是好奇人间百味的时候，我哪受得了那么多口腹之欲的诱惑？有一天，我看见外面的小厮，他吃的糕点掉在了地上，我便从床上爬起来，一步一步地爬过去，去把它捡起来吃了。碰巧被母亲撞见了，她当场就哭晕了，在床上躺了整整3天3夜。从那以后，我便再也没有任何要求，祖母让我吃什么，我便吃什么；他们不让我出门，我便不出。这么多年很辛苦吧？苦与不苦的，反正都要结束了。只是最近几日，想要出门的念头愈发的强烈，兴许是到了最后的时刻，想要出去肆意一回吧。今年花灯节我们一起去吧。祖母绝不可能同意的。有我。
有我在，今年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去。相信我。我是担心程宇的身子经不起呀。祖母，现在表弟的精神愈发好了，也应该到外头走动走动了。而且，心情好了，身子也能好得更快一些。他可以的，您相信我。这孩子这么多年吃了不少苦啊。你认为他出去好，那就让他去吧。祖母，程宇的身子弱，看灯的时候人多又杂，那万一踩着了、挤着了，那……听真真的吧。君真真，你给祖母和母亲灌了什么迷魂汤了？既然同意程宇出门了，还是在花灯节出门。真真说可以，就应该可以的。快坐下吧。哼，一家子都喝了他的迷魂汤。祖母，我听说泽州的花灯节也有彩头。花灯节的彩头就是图个热闹，不大。3月3缙云楼的彩头才大呢。3月3缙云楼又是什么？不知道，咱们方家没人去过。怎么，你还想赢彩头呀？我想做盏灯。我们方家呀，每年都包一条街做灯。你想做灯就加一盏。吃过饭，我让高管事带你去找工匠。好，谢谢祖母。啊，大家吃饭吧，吃饭啊。怎么了？你说这枚图案会不会跟押运或者货运的封条印章有关啊？要是这么说的话，也有可能。二哥，那不就是皇家货运？你说，那位有什么让众人所知的事情吗？太炎3年那批输赢就在泽州进行交易，泽州正是楚让的封地。当年北齐背信弃义，屠杀了一众皇子和太上皇。若是冰儿所绘之图就是那个图鉴，那么这事儿必有隐情。如果真如此，当年这事若再被提起，必是一场滔天祸端。去查，看看在泽州地界有哪些商户有这些能力。太上皇之死必然跟泽州隐秘有关。好，那我这就去查。辛苦了。老板，2碗胡辣汤。哎，好。好。听说了吗？啊，方家那摊子少爷要和前些日子来投奔祖母的表小姐亲上加亲了。说的好听，什么亲上加亲？说白了，不就是欺负君小姐孤苦无依吗？要不然你想，君小姐好端端的一个姑娘，干嘛嫁给那个半死不活的摊子？算了吧，这君小姐可讹了宁家5000两银子，还说这宁石少爷和花魁一个价位。嘿，谁家好姑娘能说出这样的话？小二，哎，依我看，她嫁给方家就是为了方家的钱。老板，再来2包子。哎，好嘞。哎呀，师傅，是我画的图纸很难做吗？啊，小姐，这难倒是不难，只是做出来可能不好看啊。无妨，本就不是为了好看做的。啊？
你就按照表小姐的意思去做。好，有劳。哎，表小姐，上次你问我京城有没有好玩的趣事，说实话，我对京城的趣事并不了解。现在有一个好玩的趣事，很多去过京城的人都有带回来。朝京里程图？是的，我在驿站的时候看见有人卖，所以买了一个，价格并不贵，看起来也不起眼，但胜在量多。确实绘制得很详细。表小姐，那您先忙，我先回德胜昌了。啊，好，您去，我在这里还要做盏灯。也好，告辞。走了，跟我去买材料。柳儿，哎，好。你帮我把这些竹条挑一挑，我们挑一些可以用来做灯的。你若是困了呢，便可以先去车上睡一会儿，我这儿啊还有好一会儿呢。那小姐，我去车上等你啦，等会儿走了叫我啊。好，去吧。君小姐，打扰了。公子怎么又来了？哎，第一，我不是为了公主的事而来；第二，我没有跟踪你，方家的马车就在门口；第三，你我既是公主的故人，想问你一些事情。我跟公子好像不太熟吧？这朝京里程图只有在驿站才能够到，你从哪来的？家中的管事教育我，怎么公子也熟悉？因为是我做的呀。一个朋友说的，我故意制作贩卖此图，就是为了引楚让召我进京，我才能见到九灵。可惜，又想起回忆，若出泪随我沉溺。想知你归期是何夕，孤注一掷寻觅。又慌乱思绪，难解你深渊谜题。可惜间临时回忆，想认定答案是你。识破你平静家乡，公子还有何事？小时候，我也常和九灵公主一起做灯笼。她每次都穿一身绯红的衣服，显得越发的明丽动人。小时候的事儿，公子记得这么清楚？是啊，喜欢一个人，自然什么都记得清楚。你喜欢他？是啊，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你打听他呀。可惜，还是错过了。那公子之前为何没告诉过他？我本想等他及笄再告诉他，谁知道更难再见了。我随身都会带这个，擦一下吧。多谢公子。君小姐，德胜昌运营数年，你可是泽州公子，德胜昌的事情我一概不知。君小姐，如果所知，烦请告知啊。令公子，
如果你问德胜昌的事情，我真的无可奉告。我还要做灯笼呢，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，就请回吧。有劳君小姐了。我在云梦泽客栈落脚，如果君小姐想起了一些什么，烦请为我答疑解惑。告辞。你为何要问德胜昌的事呢？难道你也在查泽州隐秘？梦中的轮廓在你面庞雕琢，烟波里时光交错，难言的因果，字字容我斟酌，命途托付这殊难洒脱。明日何其多，愿将一世交托，共看繁星与山河。许久的承诺，人海两岸相隔，叹一句奈何，余生颠簸。辽阔天是你，风是我，终将被路过，风中追不舍，与天焦灼。若回忆可以说，生生如雨下落，相见难相逢，泪婆娑。愿将一世交托，共看繁星与山河。许久的承诺，人海两岸相隔，叹一句奈何，余生颠簸。辽阔天是你，风是我，宿命是路过，风中追不舍，与天焦灼。若回忆可以说，生生如雨下落，相见难相逢，泪婆娑。辽阔天是你，风是我，在心底穿梭，天可曾吻过风的线索。若想念似笔墨，生生如雨漂泊，相逢不相识，泪婆